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之前感情一直很好，但是结婚以后越来越感受不到他对我的重视了。我对他的好，他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可以说麻木了。如果创造不出惊喜，他就觉得我对他又不好了。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了，但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爱情和上进不上进真的有关系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东27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研究生在读。女嘉宾小季24岁，同样来自河北，研究生在读。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小片里面简单的说了一下你们的经历，彼此初恋，是校友吧？是。也结婚了是吧？现在，大几结的婚？毕业的时候。现在研究生在读是吧？对。也结婚了。对。哎呀，酷啊，这多好啊！怎么了？说他不上进啊？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好多事儿吧，结婚了以后总瞒着我，然后我发现了之后，我就跟他私底下沟通了，但是他总嬉皮笑脸的，就没法沟通。他可爱笑，你看他偷偷在乐哎。说说吧，有哪些事儿没法沟通？比如说吧，我们俩刚结婚10个月，然后我们买了房子，这房子是我们两家都出了钱的，然后说到时候房本上就写俩人的名字呗。然后但是我有一次办居住证的时候，我需要找材料，我发现有一个房本，我都不知道这事儿，然后一看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嘿嘿，说呗，解释一下。这件事我在家里已经解释过了，那天解释过了。非常意外。那天我在家，他在天津读研究生，我俩都在天津，偶尔回一次家。我放假了，我就回家了。然后我那个房管局给我打电话，和我说那个我们的房本可以去领了，因为要办那个业务需要提前摇号的。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房管局给他们来电话了，说打过电话吗？他是打过，我当时没空嘛，我就跟他说咱们过几天再办，等我有空的时候。他当时也答应了。他是说过几天办，我也答应他了，可是那房管局不听我的呀，我也想让他过几天办，对吧？那房管局人他说你要是不来办，你就等着下次摇号再来吧。那我一想，他过几天还要办居住证是吧？万一用到这个东西了你没有，然后你所有手续这个算是他不知道也可以。为什么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我要只写一个人的名字，他需要双方都到场的话，才能给办2个人的房本。我没法。但是后来我说把我的名加上吧，你不也同意了吗？结果你总是找借口，我一说咱们今儿去吧，然后你就说我今天没时间，然后明天去吧，明天又没时间。你急着加名干嘛？你怕啥？我不是，我就觉得他怕我那个哪天不要他了。臭小子，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不用说，因为如果你们感情好，这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不是，我是生气他瞒着我，然后我每次跟他说他总嬉皮笑脸的，就是都不太往心里去。对，就态度不严谨，对吧？这才刚结婚10个月你就瞒我这还得了，对吧？还有别的吗？难道我还天天哭着跟你说呀？你可讨厌！你研究生读的什么专业啊？我们研究生读的都是医药方面的。医药我以为是相声的来，接着说，姑娘。比如说之前我们研究生那个考上了之后，跟那个上学之间不是还有几个月呢嘛？我们说要不然找一个实习的机会，工作岗位，然后就是长那个工作经验，然后我都跟他说了，他当时也同意了。他就每次都说行，咱找，结果我看他的邮箱里面根本就没有投几份简历，他都不太往心里去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替他着急，我就给他投，我给我俩一块儿投，然后投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后来只给他发了面试邀请，没给我发，我当时还替他高兴呢，他当时也挺高兴的。但是我们俩都准备半天了吧，面试都准备了，然后衣服也给他挑好了，他那天也挺高兴就去了，结果你说你去哪儿了，你根本就没去。
我是没有去。你干嘛去了？他玩去了。别笑。我去玩去了。玩什么？和我同学去玩，这是有原因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成绩下来了，并且录取名单也都下来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更看重的是我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不是我的实践。我觉得实践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并且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有技能上的基础，你才能在实践中操作出来。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他总是和我背着干，他总是说，你要先去实践。不是你当时不是同意了吗？你说你行，咱们利用这几个月工作吧。你不是说你去玩这个事儿，我就拦一句话行吗？不，就是他不同意行吗？你告诉我。不行。那我去了，那他不能在家玩吗？你看，因为他不同意不行，所以他只能同意，对吧？不是，是啊，但是他同意了呀。他同意了呀。他没去呀。对呀，他是同意，他是没去啊，他为什么没去呢？他去玩去了。他为什么去玩呢？他不想去。对呀，他不同意又不行，他只能同意啊，还没明白这个逻辑啊。但是他骗我，你知道吗？他说他去了。他为什么骗你啊？这不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吗？他不同意行吗？你说不行，那他只能骗你啊。但是我生气的是他骗我，他不跟我说实话，最后是我自己发现的。对呀，他骗你还跟你说实话，他傻呀他。哎呀。不是你要骗我，你就彻底点呗，你让我最后发现不了。对他就怪你还露馅。不够深，你知道吗？他主要怪你藏的不够深。这件事过啊，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我们当时说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俩报的学校有点高，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嘛，每天规定，然后晚上看书看到10点再回去。结果有一天他8点，他不到8点，他就开始哈欠连天的，就不好好学了，然后就说哎呦困得不行，没休息好，然后想回去睡觉，想早点。然后我们之前每次回去还要视频一会儿，然后他说今天咱别视频了，我忒累了，然后也别让我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关机，然后有辐射。结果我就真的相信他了。然后快睡觉的时候，我想起来有资料没拿，第二天上课的，然后我就没给他打电话，给他室友打电话。我说想让他带着资料嘛，结果他室友说根本没在宿舍，没睡觉，出去玩去了，跟学弟还有旁边宿舍的同学就瞒着我打游戏去了。那有什么呀？不是我们那会儿考研呢，他应该好好学习。考上没？天赋比你高太多了，一边玩着游戏还能考上，是吧，小伙子？对，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对吧？他每次都不听我的想法，我向他解释过了，他发现了，是吧？我向他解释，你错就错在你没瞒好，你知道吗？真实的方法，对吧？因为我们学习这事儿也过啊。不是，主要是你看每次跟他这么说啊，他总是嬉皮笑脸，总是骗我，你还被我发现。那我要是哭着跟你说你肯定爆了。这么嬉皮笑脸的你还要报？这事儿过，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我们那个快毕业那会儿嘛，我玩他手机游戏的时候，然后看有一张照片，是他之前我们俩没好的时候的一个暧昧对象，是他。你们俩是互为初恋是吧？对。他之前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女神对吧？反正他就之前有一个暧昧对象，暧昧不是女神。然后暧昧啊。有个暧昧对象，然后我有点不高兴，也没特别生气，我就说那个，要不然你给他删了吧。他也当时也同意，他当我面给删了的。然后我说你别留他照片，你别的地儿也得删干净。然后他说行。结果我没过多久，我用他百度云看资源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位置，一个文件夹没有名字，然后一点开还是那张照片。这应该怪百度云，他们储存了这些罪证啊。不是我叫他删干净，结果他没删，他还告诉我他删干净了。这是在结婚前发现的还是结婚后发现的？前嘛。对呀，你发现了你还嫁给他了，不是，那就不能怪他了。你辩解一下。我跟你说，这个就无中生有的事儿。无中生有了都。他每次都把特别小的事情要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我喜不喜欢他的理论上的高度了已经。这个女同学是吧？到现在我都没有她 QQ 手机、微信，一概没有，好几年了我都没有联系过那同学。到现在不是，那你怎么会有那个女同学的照片？我以前存的。
好几年，完了我都这帮女生也现在长啥样了啊？高中时期都有自己喜欢暗恋的女生，那时候都偷偷的拍一个小照片上保留起来，总以为能喜欢她一辈子。可是到现在我不是喜欢你一辈子了吗？所以那个百度云我就一直没有用过，我也没有在意你们那个照片，结果我媳妇儿比较在意，咔都给翻过来了，一翻就跟我火了。这个不算故意欺骗啊，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我们俩那个上研究生嘛，都结婚了也不住宿舍了，然后就想出去租房子，然后他也同意，我俩有一天一块儿去中介，然后我看中了一个1室1厅的房子，我觉得有个客厅，以后来个人什么的也方便嘛，然后那个房子也向阳，挺好的环境，但他就不行，他偏说咱上学了，咱们跟人合租个吧，也便宜点儿，然后他看了一个合租的房子，也不向阳，而且就一个小窗户，阴森森的，我感觉特别不舒服，心里当时。那个我是没有租，因为我感觉没有必要。我们2个都是研究生，都在上学，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租一个房子跟合租里外里能差好几千呢。这好几千，说实话，我宁愿让他穿得更好一点，吃得更好一点。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住处。哎，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啊？我就觉得他好多事瞒着我，而且你看他每次跟我解释总是嬉皮笑脸的。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你想怎地？过来就是听听老师们疏导我吧。就疏导你什么呢？我就觉得我心里过意不去。就他觉得他难受死了啊！这个臭小子是吧？对，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总是嬉皮笑脸的。你看，并且我对他也有不满的地方啊。你说你不满？他每次约会都特别的不准时。女人约会都不守时啊，这无所谓啊。问题是我已经跟他心平气和的已经交流好几次了啊。我说那个，咱别这样。我说那个我比较讨厌迟到的人。然后不是你说咱俩刚交往的时候，你大一你追我的时候，我让你门口等1-2小时你都没有怨言，你现在3-5分钟你就打电话催。你就没有以前爱我了。你看他把这些所有的轻视很小的事情都已经上升到我爱不爱他的程度上了。好，我来问问他啊，你觉得他还爱你吗？我觉得他没有以前爱我。没以前爱你，就还爱你吗？爱。还爱，但是没以前那么爱了，是吧？你爱他吗？我爱他呀，可是他总认为我不爱他了。结婚是谁提出来的？他提的。你就同意了？你们2家人也认可了，一边读着书一边，哎，这挺酷啊，正经点啊，别嬉皮笑脸的啊。你没有想要跟他离婚，所以把房子写你自己名下吧？没有。你为什么老骗他呀？我感觉谁都会有点隐私啊。难道咱们那么透明吗？对。自然成。哎，情到深处自然成，怎么办呢？是有问题吧？是。要离婚吗？不离。不离你还上这儿来？对，我们这节目不是个离婚节目。对。再各自说一件对方最不能忍受的事儿。我就是忍受不了他每次解决问题总嬉皮笑脸。不能忍受嬉皮笑脸。对，我觉得得严肃，不管什么事儿，只要说2个人心平气和谈，你就得严肃点儿。那我相信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你的严肃了吧？是吗，兄弟？最不能忍受他是每次都把小事情放得特别大。把一点点小事放得很大啊！所以他们今天来了，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房子是在婚后买还是婚前买的？
婚后买的是吧？对。婚后本来就共同财产啊，一个人名字两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啊？就他骗你对吗？对。就这点真是你不对。你刚才说每个人都要有点隐私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隐私，什么叫秘密，什么叫欺骗。隐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手机，你的手机里面有他的指纹，你放在那边，他不去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机里面装的是你的隐私。隐私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在，但他不去看，这叫你的隐私。秘密是什么呢？你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你不让他看到，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这叫秘密。所以你那张女同学的照片，那叫秘密，不叫隐私。至于你把那个房证办下来，然后不告诉你，或者说我答应你去面试，然后我和朋友出去玩了，这个不叫隐私，也不叫秘密，这个就叫欺骗。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欺骗这件事情是有等级的。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这个欺骗带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比如他欺骗你，他不是和兄弟去的，他是和他暧昧的女神去的，这个就严重了，对吗？所以你说要我们来疏导你，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认为你现在是把欺骗这件事情拔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面。这是你目前的一个问题，甚至于你把一个嬉皮笑脸的一个样子也拔到了一个，就你不认真，你不严肃，你对于我们这段关系你一点都不认真，拔到这个高度，没有到这个级别。就他就觉得哎呀你又闹了，你特别好玩，他就笑一下又怎么样？其实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知道是什么吗？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建立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定问题。亲密关系包含3个部分，叫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相互融合契合，最后你们变成一个叫互赖模式，互相依赖的模式，这样亲密关系才建立了。你看你们相互之间了解吗？价值观根本不了解的时候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对吗？他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就是那么严肃的人，他就那么嬉皮笑脸的人，但你们结合了怎么办？没办法了，只能相互了解啊。你看相互信任也没有建立起来，一点点小事你就开始有不安全感。你想想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是不是来自于对他没有把握？是不是来自于对他了解不够深？如果今天是你们结婚3年4年之后，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这些小事情为他嬉皮笑脸。他说你这个肯定不爱我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相互信任也不够，最后相互帮助也不够。这3个东西的缺失导致了你们亲密关系建立的不顺利，所以你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磨合自己的亲密关系。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婚内重新恋爱一次，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啊。我想跟你们谈一谈什么叫婚姻这件事儿。我先问一下男生吧，请问你为什么急着跟他结婚呢？你所谓的情到深处水到渠成，那时候是什么一个感受呢？感觉就是每次有高兴的事情都想跟他分享。有伤心的事情呢，我也特别想和他说一说。然后有的时候见不到他了，总感觉缺一点什么。所以你想跟他朝朝夕夕的处在一块儿，对，不用再思念了，是吧？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有比她更吸引的女孩，然后我不会想要再多看看世界这么大吗？我觉得不会了。很确定？确定吧。至今没有后悔过？没有后悔过。我想问这段话是因为我还真的挺不甘愿的。凭什么就是你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吗？我真觉得我条件没有比你差，我咋就遇不到这样子老是嬉皮笑脸不会对我发脾气的男人呢？然后在初恋就非我不可，一生一世世界这么大他都不要看了，他就决定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跟我结婚。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呢，不要说这个世界好了，我们就说在这个舞台上吧，多的是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怎么样都不肯结婚的男人，有各种理由。
包括我事业还没有建立啊，要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呢，我想要先存一笔钱，我父母还不同意，或者是我们之间了解的认识还不够，还有很多矛盾，大概呢各种光怪陆离呢，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听过借口了。我还很少在这个台上呢，听到有一个男的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就是想跟他常常在一起。我要告诉你的是，有的时候，你说心里需要梳理，让我们帮你，你心里过不去，会不会只是因为你不懂得珍惜跟感谢？请问这男人为什么非要像以前一样爱你啊？除非你一直不断的进步，你越来越有魅力，你越来越懂他。他觉得我以前很想见你，现在我觉得我更想见你。以前觉得我们心有灵犀，现在觉得我们简直是灵魂的伴侣。除非你越来越能证明你对他生命的不可或缺性，要不然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爱你是正常的。我再问你一件事，他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他今天在这个台上讲的最多的一个台词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请问你的老公能不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可以有。他能不能不听你的呀？有些事儿可以。不，有些事儿可以吗？在你们家目前是每件事都不可以。他为什么非得骗你呢？当然，我认为欺骗是不对的，但我认为逼着对方非得要用欺骗的方法来过日子，也是不对的。刚刚川哥问你，他能不能不听你的？不行。那怎么办呢？他如果又有自己的想法，跟你又不一样，跟你讲了你又晚结婚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弄清楚了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儿。不可否认的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女人比男人看得重，因为女人付出的多，尤其是在生理上，而男人看得相对于会轻一点，所以他才会说，我需要我的隐私。他几乎在婚前婚后是一个状态，但是你不一样。所以有些女人经常讨论一个问题，我是嫁给爱情还是嫁给合适？你觉得你是嫁给了什么？我觉得我是合适，也是爱情。啊，你觉得你又嫁给了爱情，又嫁给了合适，那你应该很幸福，应该没有烦恼啊。那为什么今天你在场上所有的表现，让我都感觉你只是嫁给了爱情，并没有嫁给合适呢？因为生活中会有矛盾，所以我觉得矛盾里我有的时候心里很不好受。所以说就是你对于你而言，你自己也感觉你们磨合的不够，对吧？所谓的合适，所谓的互补，也只是大体上的概念，
但是在生活当中你还缺少处理彼此之间磨合问题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不是打一张结婚证就叫夫妻的，打这张证其实没什么要求，到了年龄就可以打了。这个世界上就2件事是不需要什么要求的，一个做父母，一个做夫妻，只要你们自己心甘情愿就可以。但是虽然表面上是没有要求，那是因为第三方对你们没有要求，但自己对自己得有要求。所以我才回复到第一句话，结婚早或者是晚不重要，你得弄清楚婚姻的分量是什么。很显然你们俩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在盖那个戳的时候，那戳一盖下去的时候，你们俩并没有意识到婚姻到底分量有多重。这就是在磨合了之后再结婚的好处，而你们也没有。所以说陆琪说你们结婚之后再恋爱嘛，再进行磨合嘛。但是现在接下来在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千万再不能以恋爱中的彼此来处理某些问题，而要意识到我是有本的人。虽然你们是研究生，你觉得他们其实很矛盾，你知道吗？他们打了证，又天天跟那些学校的情侣天天生活在一起，那些人的一些不慎重在他们那个阶段是很正常的，但他们已经打了证，所以你们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个有证的人。我虽然跟他们在一起谈恋爱，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婚姻状态当中。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有证的人的时候，你们彼此在处理一些相对于一些磨合的问题的时候，考虑的就会稍微更长远一点，对吧？你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恋人之间在一起消费和夫妻在一起之间的消费就是不一样的。恋人在一起消费可能就买鲜花了，夫妻在一起就可能买绢花了，这就不一样。男生也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宝宝，有可能我一直在骗你，你可能缺乏安全感，在你看来，但是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你一定要对我放心，对我充满信心，不管你安排不安排，我觉得我的以后都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的。你信任我10年，我觉得我会被你信任一辈子。我听着那老师说，我现在心里是舒服多了，我不能一直让你爱我，是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你不用说了，我感觉，
还是我骗了你，主要是你一定要给我空间，咱们一切什么都能解决的。好吧，我觉得你这个态度还行。乃馨其实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让他去思考，他说的是如果你怎样怎样，他就不爱你了。他说的不是他一定不爱你，听明白了吗？你这孩子傻的，你看他什么都较真儿哎。来，请回吧，谢谢两位，请回。哎，请关门啊。他们的浪漫时刻了，各位请见证。老婆，再嫁给我一次吧。好吧。我下次。那就是二婚了。没事的，二婚也是一个人的。亲亲吧，亲亲吧，抱抱。行了吗？行了啊，行了就开灯吧啊！来来来，拿着啊，开开心心的啊，好好守着这份爱，好吗？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快乐。来，请回，谢谢你们。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